外国人怎么处理亲戚借钱这个难题，他出其不意的处理方式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俺家外有个亲戚，这2年贼爱借钱，是我隔一层的表弟，就是表弟，也不知道这2年是沾染了什么东西，管俺家好多人都借过钱了，也不还。我妈就提醒我11你们回来，整不好管你们借。那大胖媳妇虎了吧唧的，我得提前打个预防针。我说这个人啊，如果单独找你，你都别等他张开他的嘴，你上来先说自己穷，别给他留机会，你就往夸张了说，你就说你工资不够活，你媳妇买房没钱挪，翟耀达爱炒股，张大铁爱赌博，爱人垃圾吧，就卖惨，懂不？他说行，我记住了，但这人是谁呀？我当时就英语水平在那一刻也蒙住了，我就想，你说这远房表弟怎么说呢？远就是 far away 表弟就是遥远的表弟嘛，差不多意思。大胖媳妇说明白了，我知道那个遥远的表弟。然后放假了，我们就带着探险社干干爽爽回家了。回到铁岭，我的 far away 遥远的表弟欠太多人钱了，压根就没敢来，我心就放肚里了。我没想到人家大胖媳妇认错人了，冲着我那无辜的正常表弟一顿哭穷，给我表弟彻底哭懵了。吃饭间隙，大胖媳妇突然过来给我按摩，接按摩的动作偷偷在我耳边说：“现在吧，出现一个特殊情况，我这穷哭的可能有点太真了。你表弟刚才借我1万块钱，借我1万块钱。我说发生了啥呀？他说你不让我哭穷吗？我哭的老真实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穷的可怜。你表弟1分钱没敢管我借，直接支付宝给我打1万。我说啥玩意儿啊？他说你不是说就他瞎借钱吗？我说那个是 far away 表弟，遥远的表弟。他说对呀，他在深圳工作嘛。那这桌另一个表哥在沈阳，那他肯定不遥远呢。大胖媳妇说那我现在就把这钱还他呗。但是我呢又不太想让所有家人都知道我没事在家跟我老公偷偷说那个表弟的坏话，所以我说你一会儿不是要跟我这个表弟去搓澡吗？你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误会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钱还他。我来姨妈就不去搓澡了，正是多的时候，没看见吗？我随身携带太阳社，深藏不露，吸收量大不侧漏，直接吸到底，表面干爽很有实力，出门穿着不闷热，没啥存在感，包装人性化，开启之后可密封，卫生又方便。然后他们就去搓澡，我表弟搓完澡去汗蒸房了，大胖媳妇搓完澡奔着汗蒸房就去了。进去之后，大胖媳妇朝着一个跟我表弟身材很像的东北大哥就骑上去了。干啥呀？那大哥一顿挣扎，你干啥呀？大胖媳妇跟人说别吱声，我是你姐夫，姐夫错了。人大哥好像本来就点了按摩，但是没想到技师这么沉，大哥继续挣扎。什么玩意儿？谁是我姐夫？大胖媳妇，我就是你姐夫，别吱声。1万块钱我现在转给你，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大哥居然不挣扎了，大哥确实也想听听为什么。这时候我表弟进屋了，大胖媳妇发现错了，太尴尬了。大哥还问他呢，来，你告诉我为什么？大胖媳妇灵机一动，假装自己是按摩技师。妈呀妈，赶紧滚！OK，跟大哥说那个我按完了啊，来看一下手牌，看一下手牌。然后蹭家就跑了，还问我表弟呢。哎，你俩跟他长一样呢。结果好巧不巧，洗完澡出来在楼下等车的时候又碰着大哥了。大胖媳妇再一次陷入尴尬，这回更尴尬，咋整呢？他又灵机一动，那只有继续装工作人员了。是不是又惹祸了？又给人惹急眼了？因为啥呢？我妈她不习惯管人叫英文名，就想给我老公起个中文名。我老公说那我得要个好听的。我妈憋了一天，最后问他你觉得黄大吉怎么样？我老公说这不好听啊。再说我为什么要姓黄呢？我认识的姓黄的就仨人，物业室那个叫黄哥，故宫里那个叫皇帝，医院门口的叫黄牛，没了。我为啥要跟他姓呢？我妈说你个记性，我姓黄啊。大胖媳妇说我为什么要随你姓啊？我的中文名构成，我不应该复姓姓大胖吗？而且我们读名的时候，经常是名的首字母简称加姓。那你给我这个黄大吉写出来就是 DJ 黄。我不喜欢 DJ， 我是个恬静的人。我妈说你不懂大吉多好啊，好在它的寓意。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把好的寓意进行一个减缩，哎，成为你的名。大胖媳妇啥寓意呀？拿出手机用字典一查，逼个 luck 呀，再进行一下减缩，我的名就叫黄逼辣，黄逼辣。我妈说那还不如大胖媳妇呢，但大胖媳妇的名太长。我老公说那我也可以把大胖媳妇用你的方式进行减缩呀。媳妇随夫姓，姓张。大胖媳妇的寓意是外国的外夫，很 fight。我叫张 WiFi 嘛，张 WiFi 嘛。我妈说你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你随便叫去吧。还张 WiFi，你叫张无忌吧。我老公说张无忌好听，很耳熟，是不是曲小龙女？曲小龙女。然后我妈就被他惹生气了，他就想方设法哄嘛。先是挑战给我妈做饭，做了一个拔凉的三明治，里边是生的鱼。我妈吃了2天，浅表性胃炎都吃成糜烂型的了。我妈说你能不能在做西餐的时候加点东北元素？我老公憋了一天，给我妈点了一份酸菜血肠杀猪菜。我一看好像是上道了，结果人家撒上奶酪放到披萨上给烤了，最后烤出了酸菜血肠披萨饼，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我妈说那你杀猪菜直接杀到了意大利。我老公说这个披萨就是血腥玛格丽特。然后他就又琢磨咋让我妈开心。我妈那腰托很严重，每天呢去校车点接孩子，来回又不能打车，就有点累。我老公想了很久啊，最后给他丈母娘憋出了一个坐骑，让我妈某时过一刻下楼领车。我妈一下楼，车来了，多拉风。他说姨妈，你看这个带山灯的多拉风。我妈说你不用拉，我已经疯了。我妈说我62了，你让我骑它像个街溜子。我老公说像啥？我妈说街溜子。我老公街溜子都比黄大吉好听。
我叫街溜子嘛。你看我们外国人一出去重要场合、国际会议，经常彼此不称呼名，称呼姓。那我的称呼就叫该。然后我妈就彻底不搭理他了嘛，她也觉得有点心虚，跟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来安排。我听说啊，后海附近有那种人力3轮黄包车，我就让他叫我黄大吉。今天黄大吉骑着黄包车，拉着黄女士出去兜兜风，赶紧的收拾。快点！你不用急，你放心，有了它出门省1半时间。这是一瓶多效合一的养肤妆前，妆前你就涂它，免得你用各种护肤啊、防晒，整天好多层都搓泥。这个一瓶全顶了，省时省力，1年4季都能用。你看这个质地非常丝滑好推开，我现在就上半边脸啊，它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不是那种厚重的假白，而是就是妈生白那种感觉。而且它成分天然，敏感肌也能用。现在这边涂了，咱再看一下防晒效果啊，50加防晒值，秋冬紫外线是很强的，一定不要忘了防晒。现在这边脸，我把那边脸画上，咱就开始化妆，就出门。妥了，走。结果一开门，我妈已经被气回铁岭了。好妹子，可能去他了。大胖媳妇给我妈气哭了，真的。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我听我妈的描述啊，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不可思议。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给我气笑了。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来北京了，马上复查了才知道，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就是复查的头1天得入院，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不能出来。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然后我跟你说哈，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那肯定是没事儿；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蛮子就跟张大姐出国似的，也没事儿。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但又觉得自己会，最容易出事儿。就那句话，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因为他真该下呀，真该下呀。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就盯着大胖媳妇。我要住院了。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你住吧，阿门阿门。这不孝来的太具体，我妈没反应过来呀。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又来找她来了，说那什么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我要住院了。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跟我妈说你住呗，我就一个充电器，你让我先充完的。给我妈委屈的呀，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我看明白了，我是谁呀？咱可不敢麻烦人家。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咋的？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我说我妈住院，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大胖媳妇很无辜啊，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唯物主义者。我妈住院我也不陪，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她还挺有理呢，还跟我说，哎，对了，咱妈挺诡异呀，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到现在没回来，要我出去找找，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你说？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这面霜我用着特别好，不止30%高浓波斯因，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气儿能消不老少。去看我妈之前，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然后分头行动。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我让我同事跟着他，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你都帮我记下来。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5分钟，我同事给我打电话，姐你快下来，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还扬言要打造山东。你问他那有人参不？你有燃烧吗？喝啥？燃烧，你的燃烧怎么样？晚上怎么样是吧？晚上还行不？你的燃烧长吗？长。你的燃烧从哪来？从长白山，东北长白山。我的媳妇东北。喜欢东北啊，喜欢东北。你把他让山东打造。我要打造山东。可以啊，山东不错是吧？我也打造山东。你好，你把打造山东不错。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为什么要打造山东？